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继续聊 SP 蔡文姬的阴姬羁绊。阴姬和新线阴羁绊不同的地方只有3火被动。不过，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有连接感，我们还是来快速的过一遍阴姬羁绊的 SP 蔡文姬的技能。SP 蔡文姬一样可以在前6回合限制敌人以怒气来释放怒攻。在魂之力状态下的前3回合，一样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和异常状态。3回合后，一样会进入暗之力，并获得 50% 最终伤害增幅和免疫控制的效果。SP 蔡文姬的普攻一样会有魂之力和暗之力2种形态。魂之力的普攻能为我方全体回血，和使 SP 蔡文姬获得1层，可提供1次免死的月轮。转换成暗之力后，普攻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并附加可以无视格挡和护盾的真伤。SP 蔡文姬的怒攻在魂之力的状态下，一样可以为我方全体回血，净化一个异常状态，并提升最终免伤。每回合首次释放时，一样可以为我方全体添加可以在低血量时恢复记录值的血量、怒气和龙魂值的逆回效果。暗之力状态下的怒攻一样会变成攻击敌方全体，并附带可无视格挡和护盾的真伤。怒攻和真伤的倍率一样会随着释放次数而提升。SP 蔡文姬的龙魂技在魂之力的状态下，一样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并将我方每个单位的一个异常状态复制转移给敌方全体。将敌方每个单位的一个增益状态复制转移给我方全体。暗之力状态下的龙魂技一样只消耗1点就可以释放，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并附加可无视格挡与护盾的真伤。转移异常和增益的数量也会提升到3个。异火被动一样可以在前6回内阻止连续释放5次相同技能的敌方再释放相同的技能。每回合首次释放怒攻后，一样会为我方全体添加转破，使我方在受到低于最大生命 30% 的伤害时，可以恢复 30% 的血量。敌方最高攻获得附加伤害的能力也一样会失效。在暗之力的状态下，同样也会获得对护盾消耗量提升的效果。无火被动一样会使魂之力的龙魂技消耗变成2点，并且不会受到增加龙魂技消耗的技能影响。释放怒攻一样可以恢复自身怒气，消耗月轮恢复生命一样可以净化所有异常状态。在前3回合中，一样会使我方受到的治疗不会被失效。进入战斗后的各种效果，比如全体偏斜率提升、对护盾消耗量的提升、造成的最终伤害增幅提升、受到的最终伤害衰减提升，这些该有的开场效果全都会有。释放4次命魂技的效果也一样会有。暗之力提升 SP 蔡文姬最终伤害增幅和衰弱的效果，和额外对护盾消耗的效果全都会有。阴姬羁绊所没有的是新线阴羁绊的3火能力，它不会有支援女团的能力，也无法在前3回合提前使用暗之力的普攻和怒攻。3回合后进入暗之力，也不会有降低护盾获取量的能力。2个羁绊最大的差别是，新线阴羁绊的 SP 蔡文姬从头到尾都能输出，是个大输出，而阴姬羁绊的 SP 蔡文姬就只是个辅助，在前3回合都不会有输出的能力，只能在第4回合后才开始输出。新线阴羁绊主要支援的是女团，而阴姬羁绊支援的则是魏国、蜀国、吴国和群雄这4大阵营。这就是为何 SP 蔡文姬对所有阵营都有用的原因。SP 蔡文姬可以加入所有体系，而且所有体系也都会需要它。阴姬的3火被动主要是提升羁绊支援对应阵营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把它们放在一起讲了。阴姬羁绊会提升 SP 蔡文姬 18% 的免伤，并使我方免疫来自敌方的撞飞效果。进入战斗时，会使我方全体受到的最终伤害衰减提升 15%， 并且会根据与己方攻击力最高武将同阵营的人数来施加祝福。使用阴姬羁绊时，记得一定要设定好队的最高攻。
如果你把最高攻设定成是 SP 蔡文姬，却又带了4个魏国武将，这个羁绊是不会生效的。若上阵了4名魏国武将，就会激活后土效果。我方魏国武将的护盾获取率与获取上限会提升 40%， 造成的真实伤害也会提升 100%， 并且魏国武将受到伤害时，格挡率不会低于 12%。3火后，魏国武将受到的灼烧伤害对护盾的消耗量会减少 50%， 受到的溢出治疗会转化为护盾。受到伤害时，格挡率会提升至不低于 20%， 并且该格挡率对暴击伤害也会生效。阴击羁绊对魏国队最大的加强，就只是提升了魏国队造成的真实伤害。其他的也就是使火烧对护盾的消耗量减少，和多一个溢出治疗转护盾的能力而已。其他提升其实都只是恢复一点被 SP 蔡文姬削弱了的能力而已，算不上是加强。SP 蔡文姬对魏国阵营的支援是4个阵营里面最弱的，所以魏国若不想使用阴击羁绊，也可以改用新线鹰羁绊。使用阴击羁绊的前提是要有命魂夏侯惇和命魂孙权这些能提升输出的命魂武将，不然输出就会很无力，那倒不如还是改用新线鹰羁绊，让 SP 蔡文姬来输出更好。总之 SP 蔡文姬羁绊的选择大方向上就是，如果你的阵营输出能力够强，那就让 SP 蔡文姬去辅助阵营。若是战斗超过了3回合，才交由 SP 蔡文姬来收割。若你的阵营输出能力比较弱，那就直接让 SP 蔡文姬来当这个主输出就好。盾队后续都会更偏向使用新线鹰羁绊来输出的。若上阵了4个蜀国武将，就会激活黄天的能力，敌方全体怒气恢复效率会降低 50%， 我方蜀国武将怒攻倍率则会提升 20%。每次受到治疗还会恢复50点怒气，并降低敌方全体50点怒气，每回合只能触发10次。SP 蔡文姬给蜀国增强的是对怒气的掌控能力，和稍微提升了1点怒攻输出。3火后，每回合只要蜀国武将的怒气首次达到500点或1000点时，都可以额外释放1次不消耗怒气的怒攻。而且每回合前2次怒攻还会提升 60% 的伤害结果。这个能力加强了蜀国阵营释放怒攻的次数和威力，也让蜀国武将可以摆脱被 SP 蔡文姬限制怒攻的能力。蜀国队在 SP 姜维出来前都会很乏力，所以暂时也会以使用新线鹰羁绊为主。直到 SP 姜维登场，蜀国有了全新的主输出后，才会转用阴击羁绊。若上阵了4位吴国武将，就会激活助送的能力。我方吴国武将会获得 50% 异常伤害减免，全体施加的灼烧类状态也会升级为衰弱类状态。当我方被引爆灼烧时，有 30% 概率会失效，敌方每陷入10次灼烧类状态，我方全体还可以获得 10% 护盾，并恢复 10% 的血量，每回合最多触发5次。3火后，吴国会额外再获得 50% 异常伤害减免。我方全体 SP 武将则会获得1点初始龙魂值，并且在每回合前3次释放龙魂技后，都会为我方全体恢复1点龙魂值，同时使敌方全体陷入1层的灼烧，持续2回合。阴击羁绊加强了火烧队内卷的能力，也加强了火烧队释放龙魂技的能力。在攻防两端上都有不俗的提升。火烧队因为有很强的主输出 SP 陆逊在，所以可以直接使用阴击羁绊来辅助队伍。若上阵了4位群雄武将，就会激活惠泽的能力。若上阵的武将都不满足条件，则只会激活惠泽的第1个效果。我方武将受到治疗后，会提升 10% 攻击力与防御力，最高可以提升 100%。这项能力并不限制阵营，对所有武将都有效，这也是同阵营不足4人时唯一能激活的技能效果。惠泽还会将我方当前回合受到的治疗总量记录起来，记录值不会超过全体最大生命平均值的 200%。
之后，每当我方群雄5将主动攻击时，都会对目标额外造成储存总量 10% 的真实伤害，并消耗对应的储存量。真伤不会超过该武将最大生命的 70%。真伤同样可以无视格挡。突然觉得盾队的格挡是加心酸的。若上阵的6名武将都是群雄，首回合还会有一个锁血技能。我方武将首回合的血量不会低于 10%。3火后，群雄5将在受到治疗后，会额外提升 1% 的增减伤与最终增减伤，最多提升 100%。这是 SP 蔡文姬把支援女团的能力也给了群雄武将。进入战斗后，我方群雄5将会获得最终伤害增幅提升 20%。群雄是唯一一个能获得伤害增幅提升的阵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SP 蔡文姬对群雄提供的支援是4个阵营里最强的。SP 蔡文姬毕竟是群雄武将，这样的设定其实也很合理。我方群雄武将受到大于自身生命上限 20% 的治疗后，也会对敌方全体造成储存总量 10% 的无视格挡真伤。3火最后一个加成，若我方上阵的全是群雄武将，则我方群雄武将也可以获得新线鹰击绊的1级效果加成。SP 蔡文姬可以获得生命和初始月轮层数提升。女性武将可以获得不灭、偏斜率和受到的异常伤害减免。女性武将造成破甲伤害或真实伤害时，伤害和吸血率都会提升。溢出的治疗还有概率转化为自身生命上限。不管你有没有上阵其他女性武将，反正 SP 蔡文姬自身是可以获得全部对应女性的增益，这对阵容强度也是很大的提升。群雄一定是用阴姬羁绊的，不过最早也要等到 SP 吕灵起上线后，群雄才组得起来。到时 SP 吕灵起也一样可以吃到女性相关的加成效果。不过即使 SP 吕灵起上线了，群雄队也一样不强，因为这时只能勉强搭上命魂高顺和命魂王元姬这2个命魂武将，再加上2个老人 SP 吕布和贾诩。群雄队真正的强度是要等命魂吕布上线后才会开始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分享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